大家好，不知道您留意到了没有呢？在2022年的乐华最新招股书当中，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指出了一个后王一博时代的方向和愿景。这个思路和方向不仅仅掺杂着大量对台柱子王一博的担心，也掺杂着大量尝试突破、触摸新我的勇气。这对于王大姐姐赵丽颖而言，也是颇有浓厚的借鉴意义的。因为在这个政治风向社死无常的娱乐大环境中，你不想死不代表别人不想你死，你不做最坏的打算不代表最坏的结果不找上你。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进入到了2022年之后，赵丽颖的麻烦依旧是风暴前的诡异平静。在赵丽颖偷漏税的事件持续发酵的今天，正如新闻我铁口提到的那样，官方的态度真的是注定躲不过去的一锤定音的刚需来的。现在好了，进展有3，个个都值得大家伙进入到这个真实剧本杀的真实场景当中去了，去好好的回味一下，去好好的留意一下。第一，所谓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整起的事件最核心的上海税务局被人反反复复的质询和求证，结果呢，离奇的回应依旧是如果有问题我们会及时发布通告，一切以我们的通告为主。然而呢，事件持续的发酵之下，官方依旧没有发出任何硬刚的通告出来。在没有官方正式辟谣澄清的大前提下，赵丽颖的反击注定会显得乏力，注定会没有底气的。这同样就意味着赵丽颖偷漏税事件跟去年的粉丝造反事件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有人就是要等事件持续发酵一段时间先，等搞大了再说，等搞到社会主义铁拳蠢蠢欲动了再说。至于去年那些粉丝造反事件的硬核，欢迎您自行的回顾一下。各种的煽风点火、话题铺垫和诡异的风向几乎是翻版来的。因此，某些善良的吃瓜群众们已经正式开始了善良的去理解税务局的话外音了，那就是税务局还在处理当中，真相或曝光，相关的通告迟早都会有的。因此看得出来，不少人已经是开始后知后觉发觉到不对的了，已经是开始发现官方的态度暧昧的可以开花的了。说到这，新闻我真的是挺悲哀的。中国的娱乐圈吃瓜的人亿万万，然而呢，吃到瓜皮的人也是亿万万，而真正懂得吃到瓜瓤的人，似乎除了那些躲在幕后的做局者之外，似乎就剩下新闻我了。因为新闻我早就一眼就看出来了，税务局这种语言不详、模棱两可、故意打太极的话术很不正常，也很不简单。这种直接拒绝辟谣的官方的态度，无疑例证了新闻我另外一个更大的担心和想法了。同样的，没有人想得到的是，守着招财童子王一博的乐华居然在自己的招股书当中格外强调了后王一博时代的美好愿景。站在公司的角度，最大化效益以及降低高风险，完全是无可厚非的商业操作来的。王一博既是乐华最强的底气和符号，也同时也是乐华最大的风险和变数来的。
因为社会主义娱乐圈本身就是一个朝令夕改、社死无常的最大号的变数来的。因此呢，招股书5大块当中，备胎这一块就是乐华的明日书了。这个备胎对于乐华而言，也可以称之为 B 计划了。过度依赖某位艺人，只会给公司业务带来厚重的不确定性。即便乐华早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了，而且早就已经做出过了调整了。老于世故的这个杜华曾经对外表示说，摆脱此前依赖艺人的业务，未来的影视业务陆续会达到5:5左右的比例。结果呢，一部相当梦幻的组合，名字也相当梦幻的梦想合伙人，让乐华真的是对赌了一把对半分的运气了。也就是说，这部影片制作费9000万，票房8000万，这一进一出真的是刚刚好对半分了。这就是尝试与结果、预想与真相之间的差距了。但至少杜华的思维一直都在跳跃当中，一直都在变化当中。这对比某些高高在上的权力机构的刻板嘴脸，真的是让人涂炭奈何了。对比税务局相当暧昧和相当隐晦的态度，网剧谁是凶手的官博就显得坦荡太多了。被谣言点名到的这个谁是凶手的官博立马就站了出来了，立马就为赵丽颖澄清说，说话注意点，造谣可是违法的。说到这份上真的是挺刚的，只可惜的是当事人之一的谁是凶手完全没有可以一锤定音的那个律法小锤子。目前为止，偷漏税的事件的进展2似乎依旧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后知后觉、被动而为的感觉。现在赵丽颖旗下的公司特别公示出了有21个官司正在进行当中，这就有点敲山震虎的警示作用了。这些官司的对象其实都是自然人来的，也就是说，赵丽颖已经状告了21位喜欢造谣滋事、无事生非的基层枪手、黑心网友了。问题是，这些官司都是最近才提交上去的，最早的开庭的时间都已经是排到了4月29号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聪明的赵丽颖已经完全嗅出了税金风向的变迁了，以及某种危险的加大了。然而呢，被动的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永远都无法解决病根，切除病灶的。就像去年粉丝造反事件当中，很明显，当有人开始乔装打扮、带偏风向的时候，立马溯源，立马精准打击这些肇事者，就完全没有后面的乌烟瘴气和惊涛骇浪出来了。这点新闻我也是一早就铁口过的，一早就硬核聊过的了，只可惜不明白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说白了，就像去年演员高露在宣传谁是凶手的时候，直接点评赵丽颖的那8个字，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拼命节俭，但太老实。这就是赵导刀一路特有的江湖侠义和刀嘴柔肠了。这里面所谈到的老实，说白了也是怕惹事儿的代名词来的。毕竟做艺人们的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个仇家
不如少一个仇家。因为如果摊上了一个超级疯狂的，就有可能变成一辈子的污点，或者说狗皮膏药了。例如刘德华与杨丽娟事件，就连续几次冲上了热搜，轰动了全中国了，几乎搞得那个情商在线超高、老于世故的天王刘德华几乎里外都不是人了。相当有意思的是，这8个字的高露的点评，如果用在王一博的身上的话，也完全没有半点的违和感。这不，江湖老人杜华也是看准了这一点了。于是乎，2020年年底，乐华隆重的推出了虚拟艺人女团 A 瘦，跟着呢，又通过参股公司持续的推出了虚拟艺人男团量子少年。这个 A 瘦也挺争气的，凭借着一己之力，居然帮助到乐华的泛娱乐业务增长了 79.6% 之多。虽然收入上面依旧远远比不上师哥王一博，营收占比仅占到了 2.9%， 但是呢，有一个大亮点，那就是毛利率。毛利率已经是高达 77.7% 了，也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艺人管理业务的毛利率了。个中的详情，其实新闻我也早的深扒过的了。这种虚拟男团、虚拟女团的盈利方式，的确属于剑走偏锋，而且呢，好处有2，坏处也有2。坏处之一就是现代技术的瓶颈，让这种虚拟偶像，即便可以通过场景建模和 3D 实时动捕，活灵活现的呈现出来，但是呢，也很难揉入一星半点的亲近感、真实感、可信度和烟火气进去的。坏处之2就是目前为止，即便 A 瘦的各个成员直播现场的收入其实都不少，而且 A 瘦领先业内2年的技术水平，的确属于一枝独秀，无人争锋。然而呢，背后庞大的设备的运维成本，依旧是乐华无法回避的烧钱的深坑来的。那么好处之一呢，也是肉眼可见的。也就是说，除了设备运维成本之外，吃喝拉撒的真人管理方面的业务投入，就基本上全都省掉的了。好处之2，您或许就完全想不到的了。这个好处刚刚好，完全的站在了王一博的对立面上了。说到这，至于偷漏税事件的金盏山很有意思，也刚刚好，完全的站在了赵丽颖的对立面上了。新浪高管胡亚东终于被挖了出来了。这位谣言大本营的高管居然第一时间就转发了这条意图射死赵丽颖的造假爆料，而且他还特别加上了一句又凉了一个的风凉话。这位新浪微博胡亚东实际身份是新浪微博的高级总监，同时也是微博社会公约的负责人来的。也就是说，他不是普通人，他是法律意识强烈、完全懂法守法、监督社会公约的高阶负责人来的。吊诡的就是了，偏偏这个知法懂法的高级总监声称自己故意传播谣言、故意散布谣言，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个人行为来的，跟公司方没有任何的关系。
更加吊诡的是，这位新浪高管否认和赵丽颖有过矛盾，甚至还说不知道赵丽颖是谁。说到这，就必须提一下一个特别容易忽略的关键点了。这位谣言大本营的高管在信谣传谣，并且故意加上那句又凉一个的风凉话的时候，明晃晃就故意的带上了赵丽颖超话的话题出来。所以这位高智商的聪明人在完完全全不知道赵丽颖是谁的情况下，特意转发了攻击赵丽颖的黑帖子出来，而且呢还故意的烧上了赵丽颖的超话出来。所以这个烂梗压根儿就逃不过视角老是与别不同的新闻我的法眼。所谓魔鬼就藏在细节当中，智商再高的人，如果前言已经是不搭后语的时候，都在例证着自己的心虚和素质的低下。只能说，从去年的粉丝烧碗事件到微博故意点名打压和约谈，跟着呢，从今年的偷漏税事件到微博高管出面表示自己认错人了，这个谣言大本营基本上从基层到高层，从前台到幕后，几乎都对这个赵丽颖充满了深深的敌意了。那么您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老实说，新闻我已经是铁口无数遍的了，娱乐圈泛政治化，注定还是会有不少人难以理解的。众所周知的，老牌的娱乐人赵薇是站错了队了。众所周知的，半个娱乐人马云是不服管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娱乐圈泛政治化中的先倒下来的人。他们属于政治产物，或者说政治牺牲品。跟着呢，泛政治化的运动之下，赵丽颖的幸福到家诡异的被央视收编了，并且跟着就弃剧了。虽然功利性相当的明显，然而呢，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一看的话，居然跟这出赵丽颖偷漏税事件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要知道，央视拒绝污点艺人，拒绝前科艺人，拒绝流量艺人，都是亲人可见，有记录可循的。因此，风暴中心的税务局这一次大玩暧昧，语焉不详，不想直接去辟谣，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因为中国的大数据全球闻名，无出其右，所有的数据都躺在那儿了，都摆在那儿了，是非对错一目了然。任何反党、反领导、反领袖、反社会、反人民的人，都能够在中国的大数据面前原形毕露，无所遁形，瞬间被擒，秒内被抓的。而公众人物、顶流艺人、号召力非凡的赵丽颖，不管有事没事，注定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排在大数据前列的。除非赵丽颖现在真的还在反反复复的核查当中，反反复复的排查当中，还没有最终正式的确认偷漏税的情况。而这种情况理论上其实是存在的。但凡熟悉本频道的人应该都知道，新闻我关于这一点其实也是深入的聊过的了。因为中国的娱乐圈灰色模糊的地带众多，朝令夕改的地方也特别多。如果非要一刀切的话，整个娱乐圈集体塌房也是在所难免的了，也是无人能够幸免的了。
税务局的态度到现在为止依旧含含糊糊，不给赵丽颖一个说法，不给赵丽颖最终的清白。说白了，这只能是一个情况存在，那就是有人已经明晃晃的挖掘到了赵丽颖被查账的某些关键的线索和数据出来了。如此貌似低级的移花接木，其实正是高级的指桑骂槐来的，而且已经夸张到居然微博的高层都已经是按捺不住，直接下场了，直接传谣的了。这种知法懂法却又无惧违法的操作，您觉得烧脑不呢？这种不经大脑直接移花接木的骚操作，说白了就是毫无顾忌，说白了就是直指赵丽颖，其实就是个郑爽的翻版来的。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那就是明晃晃的在给税务部门施加压力当中。于是乎，税务部门语焉不详，不去辟谣的怪诞的操作，明晃晃就是在整个理清查税过程当中，已经产生出了额外的压力出来了，已经碰上了一个相当棘手的说出来违规操作，不说出来舆情沸腾的两难的境地了。这其实就是一种中国政治圈的常见的手法来的，也就是通过民间倒逼的方式，向相关的官员问责，给举报人交代。关键就在于这个当事人重不重要，值不值得。如果影响面很广，通常都会被压下去的。如果当事人没有背景，很快就会有分晓的了。说到这一次逼格升级、高层出马的高阶的造谣，势必又会是一次赵丽颖曲折人生当中最大的一股黑潮的了。冲向赵丽颖的黑潮可谓无穷无尽，冲向王一博的压力其实也是与时俱进。根据瑞银的一份报告指出， A 售的先期投入成本是3000万，而 A 售的单曲制作成本是200万元，一场线下演唱会的成本是2000万元。这节奏明晃晃就是要用 A 售去替代真人版的了。有趣的是， A 售是乐华创造出来的概念，却又不是乐华自己培养出来的练习生。字节跳动公司专职负责去打造，乐华本身专职去负责宣发运营，这就是乐华的科技梦想和未来的愿景了。毕竟现在的内娱圈随时随地可以变天，选秀节目已经是叫停的了，各路的爱豆们呢又是接连的塌房当中。现在的整个娱乐江湖已经是完完全全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了，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而虚拟艺人作为平行于娱乐圈的存在感，完完全全没有劣质艺人的担忧，完完全全没有社死塌房的风险。 A 售已经被寄予了再造王一博、替代王一博的永恒的希望了。未来不远，无论成功与否，乐华都会殊死一搏的了。无论没人辟谣的赵丽颖，还是腹背受敌的王一博，这个诡异的娱乐江湖明晃晃的已经是让所有安静吃瓜的吃瓜群众们无法安静下来了。
因为大家伙儿已经明晃晃地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力感的了。娱乐圈中的明争暗斗、你死我活，已经是正正式式进入到了刺刀见红、一刀毙命的最高境界了。